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话题：女人到了70岁还需要被滋润吗？也就是说，70岁以后的女性还需要性生活吗？许多人也许会羞于启齿，甚至认为这个年纪谈性有些不合时宜。但是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回想一下，人们口中常提的女人30如狼，40如虎，50坐地能吸土这句俗语，意思是形容女性随着年龄增长，性欲不减反增。30岁的女人如狼般旺盛，40岁更如老虎般强劲。到了50岁，夸张地说，蹲地能吸土，表示性需求依然强烈。当然，这只是夸张的说法，却也反映了一种现象：许多女性在中年时期的确性欲并未消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了60、70岁，女性的性需求就真的完全消失了吗？难道70高龄就注定要跟幸福床缔绝缘吗？事实上，许多女性即使迈入更年期，70岁高龄，生理和心理上仍然会存在亲密渴望，只是由于荷尔蒙的变化，这个年纪的性需求可能不像年轻时那般强烈，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不同。例如，女性停经后体内雌激素大幅下降，常常导致阴道干涩、黏膜变薄，性交时容易感到疼痛。这些生理变化让不少银发族妇女对性生活产生畏惧或不适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性欲下降并不等于性欲消失，许多老年女性依然有对亲密生活的渴望，只是碍于身体不适或心理压力而选择压抑。除了生理因素，传统观念也往往扮演重要角色。老一辈的人常觉得人老了就不该谈情说性，好像到了某个年纪之后，性就成了禁忌。这种观念让不少银发族夫妻即使心中还有欲望，也不好意思表达，更不敢主动追求床笫之欢。有些老人家甚至默契地分房而睡，表面上说是睡眠品质好，实际上则可能是对自身需求的压抑和忽视。马偕医院泌尿科医师蔡维公分享过一个典型案例，足以说明观念对老年性生活的影响。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因勃起功能障碍，也就是俗称阳痿，前往医院求诊，希望能重振雄风。医生为他开立了治疗药物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老先生回诊时情况并无明显好转。医师追问之下，他才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按时吃药。原来老先生的妻子认为人都这么老了，不该再有性生活，而且觉得服用壮阳药对身体不好，清淡持重才是养生之道。在妻子的反对影响下，这位老先生只好放弃治疗。其实这位老先生并非没有需求，他只是尊重妻子的想法，不好意思勉强要求。而他的妻子也不是不关心丈夫，只是认为人老了强求性生活对身体无益，反而不如清心寡欲来得健康长寿。这对老夫妻内心的矛盾，正反映出许多人对高龄性爱的迷思。难道人年纪一大把，就真的不能享房事之乐吗？蔡维公医师了解状况后，建议这对夫妻一起来门诊，透过医师耐心的开导和专业解说，夫妻俩逐渐改变了看法。他们明白了高龄并非禁欲的理由，只要身体许可，双方有意愿，适度的性生活对健康有益无害。于是在医师的鼓励下，老先生开始按时服药，太太也不再抗拒。没多久，两人便重拾了久违的鱼水之欢，结果不仅没有伤身，反而让夫妻俩觉得身心舒畅，精神状态更佳，婚姻关系也更和谐融洽。这个故事充分说明，性生活的幸福并非年轻人的专利，只要突破心结，高齿夫妻一样可以享受美满的幸福，为晚年生活增添光彩与幸福感。既然如此，70岁的女性理所当然可以拥有正常的性生活。那么最佳的频率是多少呢？医生建议，只要健康状况许可，最好每周至少来一次。每周一次听起来或许让人惊讶，但许多专家认为这是较理想也贴近现实的频率。不少高龄伴侣确实能维持每周一次的亲热，而且从生理到心理都获益良多。如果觉得每周一次太勉强，那至少每2周或每月也要有几次亲密接触，千万不要长期0次。有医学统计指出，随年龄增长，性生活频率虽然会下降，但并不应该归零。举例来说，20多岁的年轻人平均每周约有3次性生活
30多岁每周2次左右，40多岁则降为每月4到6次，50多岁约每月2到3次，而到了60岁以上进入老年期，建议至少每月保持1到2次。虽然每个人的体质和情况不同，但总的原则是长期、均衡、持续。就算年过60、70，也不必强制终止，更不该视为羞耻。只要维持一定频率的亲密行为，就能让夫妻关系保持温度，同时也让身体记得这项技能，将性能力尽可能保留下去。其实，中医养生学早就指出，房事有度，益寿延年。传统观念虽然强调老年人要节制，但并不提倡完全断绝。《黄帝内经》等医书认为，适度的性生活可以调和阴阳，疏通气血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反之，不近女色或过分禁欲，反而可能导致气滞不畅、心情抑郁，对健康不利。因此，老祖宗讲求房事不可绝，强调的就是一个度，自不过度纵欲，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。高龄夫妻只要掌握好频率和节奏，其实照样能够从鱼水之欢中获取养生之道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科学研究早已证实，持续的性生活对老年人有许多好处。例如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70岁以上的人口中，有将近60%男性和65%的女性仍然过着性生活，其中约一半的人每周都有一次房事。可见得，只要条件允许，高龄女性保持性需求并不少见，甚至比例不输男性。在台湾，医师指出，65岁到75岁的长者中，大约有30%到60%仍维持性生活。到了80岁，还有约30%左右的人依然亲热。许多时候，老年人停止性生活，往往是因为失去伴侣或健康因素，而非真的对性毫无兴致。如果伴侣健在，身体状况尚可，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自我阉割、搬地禁欲。相反地，继续和枕边人共享亲密，不仅可以延续夫妻之间的爱与亲情，还能带来多方面的健康裨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男性长者在丧偶后，通常比女性更容易找到新伴侣或再婚。一方面因为人口结构，另一方面社会对年长男性再婚较为宽容，对女性则有所限制。许多高龄女性即使仍有性与爱的渴望，却因找不到合适对象而被迫独守空闺。所幸随着观念进步，如今越来越多人支持银发族追求第二春。70岁的祖母谈恋爱早已不是新闻，子女们也乐见长辈重新找到老来伴，互相扶持共度余生。有了感情支撑，高龄女性一样能再展魅力，继续享受爱与被爱的滋润。现实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故事，例如某位70多岁张姓阿姨，守寡多年后，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同龄老先生，两人臭味相投，谈天说地，竟然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。在子女的祝福下，这对黄昏恋人决定携手共度余生。他们不但重新体会到爱情的甜蜜，也勇敢恢复了夫妻生活。张阿姨原本满头白发，寡言少笑，现在却开始打扮自己，笑容洋溢。她的女儿说，母亲整个人变得年轻了10岁，常与老伴手牵手散步，脸上神采飞扬。张阿姨自己也感慨地表示，晚年原以为只剩孤独和黄昏，没想到爱情让她的天空重新出现彩霞。可见，只要有爱相伴，高龄也可以活得像个青春少女般快乐。维持适度的性生活，对于银发族女性的身体有直接的保健作用。首先，亲热时，女性的前戏与兴奋可以刺激阴道分泌液增加，让私密处保持湿润，避免干涩不适。持之以恒，能预防阴道组织萎缩，阴道黏膜健康了，还能降低反复泌尿道感染，例如尿道炎的风险。因为更年期后，许多妇女受阴道萎缩影响，阴道环境改变，容易引发细菌滋生，导致感染。若能透过规律的性刺激，维持阴道弹性和正常菌相对妇科健康大有助益。其次，适度的性爱相当于温和的运动，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活络新陈代谢。在高潮时，全身肌肉的收缩放松也有助于缓解压力。很多人经过一番缠绵之后，会感觉身心放松，更容易进入深层的睡眠。因此，性爱可以改善睡眠品质，舒缓失眠的困扰。此外，
性爱过程中，人体还会释放出一些有益的激素，例如让人愉悦的脑内啡，以及被称为年轻荷尔蒙的脱氢表雄酮，英文缩写 DHOE， 有助于维持皮肤弹性，延缓老化。所以有人戏称规律房事是维持青春的秘方之一。不止如此，研究发现规律的房事还能增强免疫力。一些科学家指出，每周进行1-2次性生活的成年人体现免疫球蛋白 A 浓度较高，免疫功能表现更好。对于长辈来说，维持适当的性频率或许有助于抵御疾病侵袭，至少能让人心情愉快，气血顺畅，整体健康状况更佳。而对男性而言，定期的射精则有利于射护腺的健康。泌尿科医师指出，适度排精可以减少射护腺液堆积，有助于预防射护腺结石与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等问题。从男女两性的角度看，房事还能锻炼骨盆底肌群，特别是女性在性生活中骨盆肌反复收缩，有助于强化骨盆底肌力，进而预防漏尿或尿失禁。可以说，性爱这件私事其实暗含着相当多的保健功效。除了生理上的种种好处，性生活对心理健康的益处更是不容忽视。性爱本身是人类情感的交流，高龄夫妻依然需要肌肤之亲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有亲密关系陪伴的老人往往比较不容易感到孤单。研究显示，有维持性生活的长者，心理状态更积极开朗，罹患忧郁症的风险较低，他们使用抗忧郁药物的比例也明显更少。可见亲密关系有助于抵御晚年的孤寂感。适度的性爱能够让人重新感受到被爱与被需要，提升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。事实上，在某些老人团体的调查中，拥有性生活的长者普遍自评，生活幸福感更高，看待人生也更为乐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性高潮时人体会释放大量的催产素，又称拥抱荷尔蒙。这种荷尔蒙能增进伴侣间的亲密与信任，让夫妻感情更加融洽。在老年阶段，这种化学作用更能巩固彼此的连结，带来深层的安全感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维持性爱竟然还可能对大脑有益处。201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，有性生活的老年人在记忆力和认知测验上的表现优于缺乏性生活者。其中，每周至少进行1次性生活的长者，数年后的认知功能明显高于那些1年内都没有性生活的人。这提示了性爱可能对大脑形成某种良性刺激，有助于保持脑部年轻，降低失智症风险。当然，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研究佐证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愉悦的亲密行为让人心情愉快，减轻压力，本身对脑健康就是有益无害的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也要提醒一句，高龄夫妻过性生活宜量力而为，注重安全与温柔。虽然享受性爱的渴望不分年龄，但70岁上下的长者在实践时还是要顾及身体状况。首先要做好充足的前戏与润滑，以免因阴道干涉或动作粗鲁造成损伤。不妨选择舒适、不会压迫身体的姿势，避免幅度过大的剧烈动作。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在身，也要特别留意性爱时的强度，可以事先咨询医师的专业建议。性爱本应是令人愉悦的事，切忌逞强勉强，一定要在双方都感到放松和舒适的状态下进行。只要注意以上这些事项，即使年纪大了，依然可以安心地享受鱼水之欢，而不必有后顾之忧。此外，现代医疗和辅助工具也能帮助提升高龄的亲密品质。男性如有勃起功能问题，可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治疗药物。女性若因更年期导致阴道干涉萎缩，也可使用低剂量的阴道雌激素乳膏或润滑凝胶来改善。市面上不少情趣辅助用品，银发族也可以大方尝试，只要双方觉得舒服，这些道具都能成为助兴的小帮手。适当借助外力，能让爱更顺利圆满。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拒绝这些有益的帮助。那如果没有伴侣呢？有些银发族的老年女性可能因鳏寡或单身而没有对象，难道就只能强迫自己终身守寡？其实不然，即便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，女性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性需求。适度的自慰就是一个健康而正常的选择。许多专家都表示，人老了也可以通过自己双手的爱抚来获得愉悦，
这不会对身心造成任何伤害。相反地，透过自慰保持一定频度的性刺激，还能防止长期禁欲导致的器官退化。现代观念早已将自慰视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，银发族朋友完全不需要因为自娱而感到羞愧。正如有医师打趣说过，我们也是人，不是无欲的石头。只要是人的一生，就有追求情欲的权利与本能，不因年龄而终止。综合以上种种，70岁后的女人当然还是需要被滋润的。幸福没有年龄限制，只要我们摆脱偏见，正视内心的渴望，勇敢追求适合自己的亲密生活，高龄一样可以活得多姿多彩。不要因为年龄就把生活过成无色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庆幸在暮年仍然有能力去爱，去享受爱。试想，当70岁的你满头银发，傍晚时分依偎在老伴怀中，脸上泛着幸福红润的光彩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活力与年轻气息，是任何昂贵补品或化妆品都无法给予的。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扉，接受这份天赐的乐趣，你会发现生命在70岁依旧可以绽放出灿烂的火花。希望看完这篇内容，能够让你放下心中的顾虑，勇敢踏出追寻幸福的脚步，再次重拾属于你的晚年幸福。